为什么我们越深入研究宇宙，越感觉到绝望？请注意，本视频耗费一个作者，时长1个小时，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让我们从最基础的一个说起，宇宙大爆炸的初始膨胀率。138亿年前，宇宙从一个无限致密的起点开始膨胀。那时候，宇宙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膨胀得太快，物质就会四散飞离，永远无法凝聚成星系、恒星和行星；膨胀得太慢，物质就会在引力的作用下重新坍缩回起点。宇宙可能在诞生之后的几秒钟内就走向终结，而真实的宇宙膨胀率恰到好处，它就像一个刚刚好的抛物线，完美地平衡了膨胀与引力。具体来说，宇宙的初始膨胀率与临界值的偏差不超过10的60次方分之一。注意，不是60%，不是0.6%，而是10的60次方分之一。这个概念太抽象了，让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你从宇宙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每一步都要精确到小于一个氢原子核的1000分之一，这才能与宇宙膨胀率的精确度相提并论。这就像你闭着眼睛随意拨动收音机的旋钮，恰好调出了完美的音色。巧合，也许，但问题是，这样的巧合还有几十个。宇宙中存在着4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强合力和弱合力。这4种力就像4位性格迥异的舞者，他们之间的力量比例决定了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先说引力，引力是最弱的力，但也是最长情的力。它虽然微弱，却能跨越整个星系发挥作用。想象一下，你用多大的力量才能举起一本书？那股力量其实足以抵消整个地球对这本书的引力。你只需要用手就能让地球的引力失效，但如果引力稍微强一点点呢？一个更强的引力意味着宇宙中的物质会更早地聚集在一起，恒星会更小、更热、更短命，太阳可能只燃烧几亿年就会熄灭，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地球上进化出复杂的生命。更强的引力还可能让宇宙本身过早地坍缩，在生命诞生之前就走向终结。反过来，如果引力稍微弱一点点呢？那时候物质将永远无法聚集成恒星和星系，宇宙中将只有氢气和氦气四处飘荡，没有太阳，没有地球，更没有你。现在，让我们看看电磁力。电磁力负责把电子束缚在原子核周围，构成了我们所见的一切物质的基础。原子为什么不会塌缩？正是因为电子带负电，原子核带正电，它们之间的电磁排斥力与引力相抗衡，维持着原子的稳定结构。但电磁力也不能太强或太弱。如果电磁力稍强，带正电的质子之间的排斥力就会变得太大，原子核将无法稳定存在，氢原子会变得不稳定，复杂的化学元素将无法形成。这意味着宇宙中可能只有氢这一种元素，而氢本身也无法形成稳定的分子结构。如果电磁力稍弱呢？电子将无法被束缚在原子核周围，原子将分崩离析，所有的化学反应都将不复存在，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生命，
接下来是强合力。这种力把质子和中子牢牢地绑在一起，形成原子核。它就像原子核内部的强力胶水，没有它，原子核就会散架。强合力的强度同样经过了精密的校准，如果它稍强一点点，质子与质子之间就能克服电排斥力，两个质子可以直接结合。这意味着氢原子之间可以轻易融合。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几分钟内，所有氢都会被烧成氦，甚至更重的元素。那样的话，宇宙中就不会有足够多的氢来形成水，更不会有氢作为恒星的主要燃料。如果强合力稍弱呢？质子和中子将无法结合，原子核根本不可能存在。没有原子核就没有原子，没有原子就没有我们。最后是弱合力，这种力负责控制放射性衰变和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在太阳核心，每秒钟有6亿吨氢转化为氦，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需要弱合力的参与，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调控者角色，确保核聚变以恰到好处的速度进行。如果弱合力稍强，太阳的核聚变会过于剧烈，释放的能量会烧毁周围的一切。如果弱合力稍弱，核聚变可能根本无法发生，太阳将是一颗冰冷黑暗的星球。现在，让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思考。4种基本力，每一种都需要恰到好处的强度。宇宙的膨胀率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60位。宇宙中普通物质与暗物质、暗能量的比例同样是一个极其精确的数字。所有这些参数必须同时满足，宇宙才能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的模样。这就好比你闭着眼睛同时拨动几十个收音机旋钮，每一个都恰好调到最佳位置，恰好调出了一首完美的交响曲，这概率有多低？数学家们计算过，如果把所有可能的宇宙参数组合，比作撒哈拉沙漠中的沙子，那么宜居宇宙所占的比例小于撒哈拉中的一粒沙子。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很难不产生一个念头：宇宙或许真的被精心设计过。太阳系，一个精心挑选的地址，让我们把视线从整个宇宙缩小到太阳系。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堪称黄金地段。首先是宜居带，你可能听说过这个概念。行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必须恰到好处，太近，行星表面会热得像炙热的铁板，水分全部蒸发；太远，行星会冷得像冰封的地狱，二氧化碳会凝结成干冰，大气层可能完全冻结。地球恰好位于这个狭窄的宜居带中间，不远不近，阳光温和，水可以以液态形式存在于地表。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地球轨道的偏心率，也就是轨道的椭圆程度，几乎为0。这意味着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在1年中变化极小，气候相对稳定。如果轨道偏心率稍大，冬夏温差就会剧烈到让生命难以承受。北半球的夏天可能热得海洋沸腾，冬天却冷得连空气都会凝固。地球的自转轴倾斜角度同样恰到好处，23.5度的倾斜带来了季节的变化，让地球拥有了温带、热带、寒带多样化的气候环境。这个角度如果发生变化，比如倾斜到接近90度，地球的一极会长期指向太阳，另一极则陷入永恒的黑暗。
极端的温差会造成剧烈的气候循环，海洋会在两极和赤道之间来回迁徙，生命将难以找到稳定的栖息地。木星的存在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这颗巨大的气态行星位于地球轨道的外侧，就像一个忠诚的保镖。它的强大引力场可以吸引许多来自外太阳系的小行星和彗星，将它们甩向太空或吞噬进自己的怀抱。如果没有木星，地球遭受小行星撞击的频率可能是现在的数千倍。6500万年前，那颗灭绝恐龙的小行星撞击，在没有木星保护的情况下，可能每隔几万年就会发生一次。频繁的灾难会让复杂的生命形式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月球的角色同样不可忽视，我们的卫星是地球自转轴稳定的关键。一颗行星如果缺乏大型卫星的稳定作用，其自转轴可能会像火星一样，在几百万年内剧烈摆动，导致气候的剧烈变化。而月球的质量恰好足够大，能够有效稳定地球的倾斜角度，同时又恰好足够小，不会把地球从太阳的怀抱中拉走。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却恰好被满足了。再说太阳本身，它的质量决定了它的亮度、温度和寿命。太阳是一颗中等质量的恒星，不大不小，不老不少。它的寿命大约100亿年，目前已经走过了约46亿年，正处于最稳定、最温和的中年时期。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太阳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核聚变燃烧稳定，给了生命足够长的时间去演化。更大质量的恒星会燃烧得更热、更短命。蓝巨星可能只存活几百万年就会爆炸，留给生命进化的时间远远不够。更小质量的恒星红矮星虽然寿命极长，但它们往往非常活跃。频繁的耀斑会释放出致命的辐射，将附近的行星大气层剥离得一干二净。我们的太阳恰好是那种既稳定又温和的完美恒星。地球本身的条件同样精妙，适当的质量提供了合适的引力，既能束缚住大气层，又不至于让你连站都站不稳。恰当的磁场保护了地球表面免受太阳风的剥离，板块运动让碳循环得以进行，调节着全球的温度。适当比例的铁盒产生了磁场，充当着生命保护伞的角色。这些条件单独来看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像你的面前出现了一碗完美的蛋炒饭，米粒颗颗分明，鸡蛋香气扑鼻，葱花点缀的恰到好处。你很难相信这是随机做出来的。生命的奇迹从原子到智慧，现在让我们从宇宙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看看生命本身意味着什么。一个活细胞包含着 DNA、RNA、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物，这些分子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协同工作。细胞内部有成千上万条化学反应同时进行，每一秒都有数十亿个蛋白质分子被合成、移动、降解。这个精密的网络从单个细胞进化而来，而这个细胞必须分裂、变异、适应、进化，用了整整38亿年的时间，才最终造就了此刻正在听我说话的你。这其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看似不可能的巧合。氨基酸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必须是左手性的。在自然界中，存在两种互为镜像的氨基酸，左手性和右手性。
生命只使用左手性氨基酸，右手性的对生命毫无用处。然而，在原始的化学汤中，左手性和右手性氨基酸的数量应该是大致相等的。那么，生命是如何选择了左手性的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美的答案。一种可能是某些随机的涨落导致了轻微的不平衡，然后这种不平衡通过某种正反馈机制被放大，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生物化学体系。但如果重新来一次，地球上的生命会不会使用右手性氨基酸呢？这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问题。左手性和右手性就像宇宙中的另一个调音旋钮。RNA 世界的假说更为离奇。许多科学家认为，在生命出现的早期， RNA 是第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分子。它既像 DNA 储存遗传信息，又像蛋白质执行催化功能。RNA 可以复制自己，可以变异，可以进化，它是生命的原始火种。但 RNA 的自组装概率有多低呢？一条具有功能的 RNA 链需要特定的核苷酸序列，这种序列随机产生的概率，类似于你在风暴中看到一堆零件自己组装成了一架波音747。这不是比喻，而是严肃的数学计算。当然，生命不需要从零开始。实验室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简单的有机分子可以自发形成。闪电、热泉、紫外线辐射都可能推动原始分子的合成。但即便如此，从简单的有机分子到能够自我复制的 RNA， 再到完整的活细胞，仍然是一条漫长而充满未知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无数次意外成为了关键转折点。大约20亿年前，一个古老的细菌被另一个细胞吞噬，却没有被消化，反而形成了永久的共生关系。这个被吞噬的细菌最终演化成了线粒体细胞的能量工厂。今天，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携带着这个远古入侵者的遗迹。线粒体拥有自己的 DNA， 与细胞核中的 DNA 不同，它们的序列更像细菌。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至今仍然停留在细菌的形态，微小、简单，没有智慧。在另一次意外中，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了恐龙的大灭绝。恐龙统治地球长达 1.6 亿年，如果它们没有灭绝，哺乳动物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崛起的机会。哺乳动物的祖先在恐龙时代的缝隙中苟延残喘了整整1亿年，等待着那个改变命运的撞击事件。6600万年前的那场灾难消灭了恐龙，却为哺乳动物的繁荣打开了大门。没有那颗小行星，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类似的意外在生命史上数不胜数。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产物。往前追溯，你的祖先之所以是你，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个关键时刻，有无数个差一点就死掉的时刻，最终都化险为夷，才有了今天的你。生命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宇宙尺度上的一次重奖。量子世界观测者与现实。现在让我们从生物学的视角转向物理学，来到一个更加诡异的世界。量子力学。在量子尺度上，物质的行为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完全不同。粒子可以同时是波和粒子，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位置。
可以用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瞬间影响远方的同伴。这些现象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它们是经过无数次实验验证的事实。量子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把一只猫放进一个密封的箱子里，箱子里还有一个放射性原子、一个毒气瓶和一把锤子。如果原子衰变，锤子就会落下，打破毒气瓶，猫就会被毒死。如果原子没有衰变，猫就活着。根据量子力学的描述，在打开箱子观测之前，原子处于既衰变又未衰变的叠加态。这种叠加态会传递给锤子、毒气瓶，最终传递给猫。于是，猫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这个听起来荒谬的结论，曾让爱因斯坦坐立不安。他始终无法接受这种上帝掷骰子的宇宙图景。他与波尔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爱因斯坦至死都相信，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一定有某种隐变量隐藏在更深层次，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然而，后来的实验，尤其是贝尔不等式的验证实验，无情地站在了波尔这一边。宇宙确实是这么运作的。在观测之前，粒子没有确定的状态，是观测行为本身赋予了粒子确定的状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观测者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现实的构建。没有观测者，就没有确定的现实，或者说，所有的可能性都同时存在。它们栖息在一个叫做叠加态的模糊地带，直到观测者出现，选择了一种可能性，才使得这种可能性坍缩为现实。换句话说，宇宙的存在，或许正是因为它被观测着。这种观点被称为观测者依赖的量子力学或参与式宇宙原理。著名物理学家惠勒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想：也许整个宇宙的存在都依赖于某种观测，只是这种观测不是在某个时刻发生的，而是贯穿于时间的始终。如果我们把宇宙138亿年的历史看作一个巨大的量子过程，那么每一代恒星、每一个黑洞、每一个行星，都是这个过程中无数坍缩事件的累积产物。而生命的出现，尤其是智慧生命的出现，可能是这个宇宙自我观测的关键一步。你正在思考宇宙，宇宙正因为被思考而存在。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某种玄学，但它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却有着严谨的数学结构。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宏观的尺度，宇宙的层级，从夸克到可观测宇宙。让我们进行一次思想实验。想象你是一个正在缩小的观察者，从原子核出发，逐步放大视野。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由夸克组成。夸克是一种基本粒子，它们永远被束缚在一起，无法被单独分离。这种禁闭现象是量子色动力学的核心特征。夸克非常非常小，质子由3个夸克组成，这3个夸克的质量只占质子质量的约1%，剩下的99%是胶子场的能量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这些能量贡献了其余的质量。换句话说，你身体的质量主要来自虚空中的能量。继续放大，你看到了原子，原子核在中心，电子云环绕在外。原子的大小约为10的负10次方米，而原子核的大小约为10的负15次方米。
这意味着原子内部绝大部分是空的，就像太阳系中太阳和行星占据的空间微不足道，绝大部分是虚空一样。如果把原子核放大到一颗玻璃珠大小，原子就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而原子核和电子之间的空间足够放下整个足球场，却没有一个电子在那里。电子只在那些看似虚无的位置上出现，又消失，继续放大。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细胞，细胞组成器官，器官组成个体。每一个层级都有其独特的组织原则，都涌现出了新的性质。氢原子和氧原子本身毫无液态的概念，但当它们结合成水分子，液态这种性质就涌现了出来。大脑由神经元组成，但单个神经元不会思考，思考是整个神经网络涌现出的性质。再往上，行星、恒星、星系、星系团、超星系团，宇宙的结构在每一个尺度上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秩序。星系不是随机分布的，它们形成了丝状结构，长达数亿光年的宇宙长城横跨虚空。在这些长城的交汇处是巨大的星系团，它们的引力束缚着数千个星系。在这些结构之间的是几乎空无一物的宇宙空洞，直径可达数亿光年，却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宇宙的大尺度结构，这种丝状与空洞交织的宇宙网是怎么形成的？答案是，微小的量子涨落在宇宙暴胀期间被放大了。138亿年前，在宇宙诞生的最初时刻，量子涨落那是自然界最小的随机波动，在暴胀过程中被拉伸到了宇宙尺度。这些微小的密度差异成为了物质聚集的种子。密度稍高的区域，其引力稍强，会吸引更多的物质；密度稍低的区域，物质会进一步流失。如此这般，宇宙从最初的均匀状态逐渐演化出了今天所见的复杂结构。这是多么精妙的过程！宇宙最深处的随机性产生了宏观世界的秩序，最小尺度的量子不确定性塑造了最大尺度的宇宙结构。如果暴胀时期的量子涨落稍有不同，星系的分布就会完全不同。恒星可能会更密集，也可能会更稀疏；行星的数量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而你这个在某个特定星系、特定行星、特定时刻出现的生命，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费米悖论。我们在宇宙中孤独吗？讲到宇宙的设计，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银河系中有大约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而可观测宇宙中的星系数量约为2万亿个。即使每个星系只有1000亿颗恒星，整个宇宙中的恒星数量也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数字，10的22次方克。在这片恒星的海中，即使智慧生命的出现概率极低，在如此巨大的基数面前，也应该有无数的外星文明存在。它们应该已经在宇宙中留下了痕迹。无线电波、戴森球、星际航行、城市灯光。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物理学家费米在1950年的一次午餐对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外星文明存在，他们在哪里？考虑到银河系的年龄和尺度，任何比人类早几百万年的文明都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殖民整个星系。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对于这个悖论
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生命出现的概率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地球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至少在银河系这片区域是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地球上的生命确实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奇迹。另一种解释是，智慧生命可能并不向往扩张。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存和繁衍是生命的本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智慧生命一定会去殖民宇宙。也许智慧生命更倾向于向内探索，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数学研究中或哲学思考中，而不是向外扩张。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解释是，存在一个大过滤器，在从简单生命到星际文明的进化道路上，有一个几乎必然会被淘汰的阶段，这就是大过滤器。也许这个过滤器就在我们前方。核战争、人工智能失控、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任何一种都可能终结人类文明。而那些成功跨越过滤器的文明，也许有意避开我们，因为暴露自己可能意味着引火烧身。无论是哪种解释，费米悖论都指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人类的存在可能真的很不一般。银河系有100多亿年的历史，而太阳只有46亿年。如果生命进化需要几十亿年，那么银河系中可能存在无数比地球更古老的行星。但即便如此，智慧生命似乎仍然是稀有的。这种稀有性恰恰支持了宇宙被精心设计的假说。至少，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不是宇宙中的常态，而是一个需要无数巧合同时满足才能出现的奇迹。人则原理，设计还是必然。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汇聚在一起，来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如果宇宙的参数不是恰好这样的，我们还会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引力稍强或稍弱，如果电磁力有不同的强度，如果宇宙的膨胀率偏离了那个精确的数值，我们这些正在思考宇宙的碳基生命就不会存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逻辑，却导向了一个深刻的哲学结论：任何观测者所观测到的宇宙，都必须满足存在观测者所需的条件。换句话说，宇宙之所以看起来如此适合生命，是因为如果它不适合，生命就不会出现，也就不会有观测者来发现这个事实。这就是人则原理的核心思想。人则原理有强弱2个版本。弱人则原理认为，宇宙中观测者的存在本身就对观测结果施加了一种选择效应。我们只能在那些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区域中观测宇宙，因此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参数必然是适合生命的。这听起来像是废话。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你发现自己在某家银行的保险库里醒来，周围都是保险箱。如果你感到惊讶，问为什么我恰好在这个地方醒来，答案很简单，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醒来的人，才有机会发现自己醒来。如果你是在别的地方醒来的，你就不会在这个视角下观察世界了。弱人则原理告诉我们，宇宙看起来适合生命，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只能在适合生命的宇宙中观察。但强人则原理就不一样了，他声称，宇宙之所以必须是这样的，是因为某种深层的规律或设计者确保了观测者的存在。从这种观点来看，宇宙的调谐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它必须如此才能产生生命和观测者。
强人则原理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命题，支持者认为它解释了宇宙为何如此精确，批评者认为它不过是用一个问题取代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被设计成能产生观测者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让我们回到设计论与偶然论的争论。支持设计论的论据是，宇宙参数被调写到允许生命存在的概率极低。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如果宇宙有 n 个参数，每个参数都需要在某个狭窄范围内取值，那么随机得到一组支持生命的参数的概率约为所有可能参数组合的一个极小的子集。面对这样的概率，纯粹的偶然似乎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支持偶然论的论据是，我们只有一个宇宙的样本，如果宇宙的参数可以变化，那么每一种可能的参数组合都会产生一个宇宙，而我们恰好生活在其中之一。无论这个宇宙出现的概率有多低，只要它不是零，我们就不能排除偶然。然而，偶然论面临一个困难，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参数如此恰好。你可以说，我们只是运气好，但这能算是一个解释吗？多元宇宙假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多元宇宙无限的可能性。多元宇宙假说是当代物理学中最具想象力也最具争议的理论之一。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每个宇宙都有不同的物理常数、不同的基本力强度、不同的粒子质量。在所有的宇宙中，大多数宇宙无法支持生命，它们可能只存在几秒钟就坍缩，或者永远是一片混沌的虚空。但总有一些宇宙，它们恰好拥有了正确的参数，允许生命的出现，而我们恰好生活在这些稀有的宜居宇宙之一。多元宇宙假说有一个优雅的地方，它把奇迹变成了必然。在无限多的宇宙中，任何非零概率的事件都会发生，无论这个概率有多低。既然生命出现的概率不是零，它就必然会在某个宇宙中出现，而那个宇宙中的观测者就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宇宙看起来是精心调写过的。这就像是买彩票，在一个只有一张彩票的小镇上，中奖的概率是1000万分之一，但在整个世界上，同时有无数张彩票在发行，每一期都有人中奖，而那个中奖的人总会惊讶于自己的好运。尽管在无限的世界里，中奖是必然的。多元宇宙假说有多种版本。暴胀多重，宇宙认为宇宙的暴胀可能是无限的，在宇宙的某些区域，暴胀永远持续，不断产生新的口袋宇宙。每个口袋宇宙都有不同的物理定律，不同的基本常数。弦论多重宇宙认为，弦论中存在10的500次方种可能的真空状态，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宇宙中原子总数的数字。每个真空状态都对应着一个不同的宇宙。量子多重宇宙认为，每一次量子测量都导致宇宙的分裂，每一种可能的测量结果都在某个分支宇宙中实现。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平行分支中的一个。这些假说各有其数学基础，但目前都缺乏直接的实验验证。我们无法观测其他宇宙，无法与其他宇宙通信，也无法影响它们。多重宇宙假说是否正确，可能永远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多元宇宙假说是无意义的。它提供了一种思考宇宙的方式，把奇迹转化为
统计必然。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可能既不是纯粹的偶然，也不是纯粹的设计，而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实现。无论多元宇宙是否真实，一个事实是确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恰好支持生命存在的宇宙中，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奇妙，足够值得我们深思。从宇宙到人生，偶然中的意义到这里，我们已经辨立了宇宙的宏大图景，从基本力的精细平衡，到太阳系的宜居位置，从生命的艰难进化，到量子力学的诡异性质，每一个层面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巧合与精密。如果这些巧合有任何不同，我们就不会存在。但让我们退后一步，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如果宇宙真的是被设计的，那意味着什么？设计者是谁？为什么要创造宇宙？为什么要让生命出现？这些问题触及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交汇点。在宗教传统中，宇宙的设计者通常是神或诸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不动的动者，认为宇宙需要一个第一推动来启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认为宇宙是上帝的创造。在这些传统中，生命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神的旨意。然而，科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宇宙的参数可能不需要谁来设定，而是通过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物理规律必然产生的。如果弦论是正确的，那么宇宙的真空状态可能由数学方程唯一确定。如果宇宙暴胀是永恒的，那么新宇宙会不断产生，其中总有一些恰好拥有支持生命的参数。在这些框架下，设计者是多余的假设，但这并没有消除宇宙的神秘性。相反，它把问题推向了更深一层：为什么物理定律是这样的？为什么数学能够如此精确地描述自然？为什么宇宙是可理解的？爱因斯坦曾经感叹，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在于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数学是有效的？为什么自然定律可以用简洁的方程来表达？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答案不在于宇宙之外有什么，而在于我们之内有什么。进化生物学家可能会告诉你，人类的大脑是进化的产物，它被设计用来在非洲草原上生存、觅食、社交。这个大脑擅长处理三维空间，追踪移动物体，理解他人意图，但它不擅长处理极小或极大的尺度，不擅长处理概率，不擅长理解指数增长。我们的直觉那种这个宇宙是特意为我们设计的感觉，可能只是大脑的一种认知偏见。心理学家把这种偏见称为目的论思维。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认为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每一个现象都有目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原始环境中是适应性的，它帮助我们的祖先快速识别危险，找到食物，理解他人行为。但当我们把它应用到宇宙尺度上时，它可能就会产生误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宇宙真的是被设计的，也不意味着它真的不是。它只是意味着我们对宇宙的直觉反应可能不总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宇宙的设计呢？也许一个更平衡的视角是，既不否认宇宙的精密与奥妙，也不急于将其归因于某个超自然的设计者。宇宙确实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秩序与和谐，这种秩序确实值得敬畏，
值得深思。但这种敬畏不需要以宗教信仰为前提，科学本身就充满了敬畏。当我们用哈勃望远镜看到遥远的星系，当我们用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新的粒子，当我们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生命，这些时刻都充满了人类面对自然奥秘时的惊叹。也许宇宙的设计并不意味着有一个设计师，它只是意味着宇宙存在着，它只是意味着我们能够思考这个问题。这种存在本身就已经是足够的奇迹。夜的尽头是星光。现在让我们把视角从宏大的宇宙收回到此刻的你。夜已深了，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灯火稀疏，星光的痕迹若隐若现。在宇宙的尺度上，这个夜晚只是138亿年历史中的一瞬。太阳已经燃烧了46亿年，还将继续燃烧50亿年。在那之后，它会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吞没地球，最终变为一颗白矮星。银河系将与仙女座星系碰撞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星系。再过几万亿年，宇宙中的恒星将燃尽，宇宙将陷入永恒的黑暗。但那是极其遥远的事情。在我们能够思考的时间尺度上，宇宙仍然是温暖的，充满可能性的。太阳仍然照耀，地球仍然转动，生命仍然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繁衍生息。而你正在这个宇宙的某个角落听着这段声音，也许是在柔软的床上，也许是在安静的夜里。你呼吸着空气，空气中有氧气，氧气是光合作用的产物，而光合作用是一种数十亿年前进化出来的生物机制。你的每一次呼吸都连接着远古的生命，构成你身体的原子曾经属于恒星。在宇宙早期，只有氢和氦，比氢和氦更重的元素是在恒星内部通过核聚变产生的。当大质量恒星死亡时，它们把这些元素抛洒到宇宙空间。我们的太阳系就是由一颗古老恒星死亡后的星云形成的。那些构成你身体的碳、氧、钙、铁，都来自恒星的残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星辰。我们体内每一个重原子都是在数十亿年前的某颗恒星内部锻造出来的。宇宙的演化最终产生了能够思考宇宙的智慧生命，而这些智慧生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能够追问为什么，能够感受宇宙之美。这不是奇迹吗？也许宇宙不需要一个设计师来展现它的奥妙，它本身就是奥妙。它以我们尚不完全理解的方式存在、演化，展现出精密的结构和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存在，这种演化，这种精密，它们不需要解释，因为它们就是最根本的事实。而我们这些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小小生命，恰好是这些根本事实的一部分。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我们是宇宙审视自己的眼睛。当你明天醒来，阳光会洒在你的脸上，那是8分钟前从太阳表面出发的光。你会喝水，那是数百万年前降水形成的水。你会呼吸，那是植物和藻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你会思考，那是宇宙138亿年演化的产物。这一切都是如此平常，又如此不可思议。现在，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世界逐渐模糊，思绪也该慢慢安静下来。今天，
我们一起穿越了宇宙的尺度，从最小的夸克到最大的星系团，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到遥远未来的恒星死亡。我们看到了宇宙的精密，那几十个被调谐到精确数值的基本常数，那恰到好处的物理定律，那让生命得以出现的无数巧合。我们也看到了人类智慧的伟大，那些试图理解宇宙的科学家，那些提出深刻问题的哲学家，那些仰望星空并追问为什么的普通人。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但我们同时也是宇宙的观测者。这种双重身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许宇宙是被精心设计过的，也许它只是无数可能性的一种实现，也许设计与偶然这两个概念在宇宙的层面已经不再适用。但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点是确定的，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宇宙历史中的一个非凡事件。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在无限的空间尺度上，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你呼吸着空气，感受着温度，听着声音，思考着问题。这个瞬间如此短暂，如此渺小，却又如此珍贵。此刻你或许感到困意渐渐袭来，也许是因为今天的思考太过深入，也许是因为夜晚的宁静让你的心灵得到了放松。无论如何，让这份困意带你去休息吧。闭上眼睛，想象你正漂浮在一片温暖的黑暗中，这片黑暗不是虚空，而是宇宙的怀抱。138亿年的星光在你的身体里留下了痕迹，每一颗原子都连接着遥远的过去，每一个思想都照亮了存在的深处。睡去吧，星空的孩子，明天太阳会再次升起，新的光芒会洒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新的生命会继续繁衍生息，新的故事会继续展开，而你将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一个渺小却珍贵的角色，扮演着属于你的角色。也许这就是宇宙的设计，让生命去体验，去感受，去爱，去思考。目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创造的。晚安，愿你的梦里有星光闪烁。